兄弟们，今天老 K 介绍最可能的大黑马，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亡灵之狮，并且还要详细的介绍他们的天才小将杨迪奥曼德。这是本届世界杯可能亮下所有球迷双眼的超级新星。但首先这2天呀，皇马的主席选举牵动了所有球迷的心，最后不出所料，还是老佛爷以大概65%的选票赢得了本次选举。但头条新闻，拜仁慕尼黑的奥里塞爆出来愿意加盟皇马，而拜仁慕尼黑将在收到 2.25 亿欧元的时候才可能放人。所以老佛爷这个人做事买球星啊，从来不无的放矢。当他真正要买一个球员的时候，往往早就把准备工作铺垫好了。所以当他张开金口，事情从来不是从零开始。这一次对拜仁慕尼黑的超级球星，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奥里塞的进攻，同样他的中间人早就已经展开工作，接触了多个方向。早在几个月之前，这个目标已经在皇马体育管理层的规划中，而其他的人选包括大巴黎的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还有杜埃、切尔西的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些全都是老佛爷团队已经仔细研究过的候选人。所以皇马在老佛爷的运作下，整个操作方式和行事逻辑思路非常清楚，分析非常详尽。有一些球员的引援是阵容的需要，但有一些球员的引援是超出实际需求的爆点。无论银河战舰1727，皇马老佛爷永远是制造爆点引援的黄金右手。从竞技的层面看，大巴黎的维迪尼亚才真正是战术体系中最急需的球员，而奥里塞他是整个皇马俱乐部最浪漫的理想前锋，包括管理层在内。奥里塞身上那种纯粹的天赋，过去1年半在老 K 的节目里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当时穆夏拉还没有受伤，老 K 就说拜仁慕尼黑的阵中，我最欣赏的是奥里塞，甚至比穆夏拉还要强。所以真的哪支欧洲5大联赛球队需要总监或者球探，请一定打开老 K 足球新闻，或者直接给我发 email。好的，那么这次皇马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维迪尼亚和奥里塞身上，这是今年夏天的大猎物，关键就看到底能否拿下其中一人。如果成功，将和姆巴佩、维尼修斯一起成为新皇马的旗帜。如果这2个人都拿不下来，那么再对若昂内维斯出手，内维斯来了也可以成为新皇马的发动机。可现在大巴黎和拜仁2大豪门已经出面表态，不会出售维迪尼亚，不会出售奥里塞，不会出售若昂内维斯。但是在这其中，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经纪人若热门德斯仍然在行动，还有奥里塞的经纪人格伦·特维内博阿同样也在行动。朋友们，节目很精彩，提醒您可以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献上 hype 积分，能够订阅，能够点击订阅小铃铛上的全部。老 K 非常感谢。那么咱们继续。当初在奥里塞被阿森纳、被切尔西、被曼城青训都拒绝以后，正是这个经纪人帮助他一路走到了英格兰第2级别联赛的雷丁队，随后又被水晶宫发掘，最终爆发。然后凭借在拜仁慕尼黑的成长，他的身价已经达到2亿欧元。当年还非常年轻的奥里塞，在阿森纳、在切尔西、在曼城，由于年轻都被拒之门外。随后签约了雷丁队，当时雷丁还在第2级别联赛，现在已经降级到第3级别。而后水晶宫的球探看中了奥里塞展现出的速度、出色的球感和出色的盘带能力，将他带到了英超。那么在水晶宫大放异彩后，拜仁慕尼黑的球探又盯准了他，支付了6000万欧元，所以直到24岁才被整个欧洲认证为真正的顶级中的顶级球员。那么这个年龄对锋线球员来说稍显大器晚成。现在拜仁慕尼黑已经在放风，只有皇马报价超过了当年内马尔的转会记录才会考虑出售，而大巴黎当年为内马尔支付了 2.22 亿欧元，所以简单讲，皇马只有报价 2.25 亿欧元，拜仁才会考虑。当然对于这一点皇马也非常清楚，皇马可以加入奖金，可以加入浮动条款，可以分阶段付款，就像我们玩 FM 游戏一样，不一定要一次性付清，但这笔潜在交易的规模注定超过2亿欧元。但其中有一个前提，奥里塞球员本人必须首先同意。那么作为球员，奥里塞非常特别，他到现在穿着耐克球鞋，却没有因此跟耐克有合作，在这方面他比较独一无二，与众不同。所以皇马想说服他，就必须要通过中间人和格伦·特维内博阿进行沟通。另外，只有在拜仁慕尼黑同意的情况下，奥里塞才愿意加盟皇马。他希望与拜仁的管理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奥里塞非常了解姆巴佩和楚阿梅尼都是法国球员嘛，
非常了解他们讲述的在皇马生活的情况，对此很感兴趣。还有法国球员卡马文加也向奥里塞谈起过皇马和西班牙首都的欧冠气质，那种光环吸引着奥里塞。再加上拜仁过去的球员阿拉巴，还有法国大哥大吕迪格，现在都享受着皇马的一切，这些东西对奥里塞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大巴黎的维迪尼亚情况不同，大巴黎财大气粗，背后是卡塔尔国家资金，根本就不将任何转会费放在眼里，他们更加看重成为欧洲最佳球队的声望。过去几年，大巴黎花费了 8.25 亿欧元引援，而现在拿到了2个欧冠，他们已经实现了目标。而且大巴黎的主席当初承诺过可以向姆巴佩支付10亿欧元，让姆巴佩继续留在大巴黎，但姆巴佩仍然走了，所以这10亿欧元的钱省下了，这笔钱可以用于购买任何球员。所以你皇马不管为维迪尼亚付多少钱，大巴黎不动心。现在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都是路易斯恩里克中场的支柱，任何一个人想离开都必须以非常尊重的方式向大巴黎的主席纳塞尔表达愿望，而且除非能够得到路易斯恩里克喜欢的皇马球员作为交换，否则纳塞尔主席通常不会批准自己重要的球员离队。但是主教练恩里克可能会放行，因为恩里克有一条原则：我只想使用完全投入球队目标的球员，如果你想走那就走吧。所以维迪尼亚刚刚赢得了2座欧冠，向他提出要求来皇马这不容易。但如果维迪尼亚动心，他的经纪人若热门德斯就会协助推动。那么说回奥里塞，之前拜仁慕尼黑垂帘听政的太上皇赫内斯表态过，2个亿也不会卖奥里塞，但是老佛爷对此有准备，他准备报价 1.5 亿欧元，而且这个风早就放出去了。但皇马无疑想测试一下拜仁留住奥里塞的决心，皇马想知道当一个真正的巨额数字放在台面上的时候，拜仁慕尼黑到底会如何表态。不过今天最新情况，拜仁主席海纳已经回应，奥里塞是拜仁球员，俱乐部不会出售他的，老佛爷没有必要白费力气，根本不必白忙活一场。好吧，反正噱头是拉满了，媒体的流量也赚够了，皇马会不会点到为止，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拜仁主席的回应时间非常的有意思，选在了老佛爷赢下选举以后才发话，很讲究，体面人。那么今天皇马主席选举的现场投票计票，因为邮寄选票争议出现了延迟，里克尔梅的阵营对大约400张支持老佛爷的邮寄选票提出异议，原因是和公证处处理选票时出现的盖章问题有关，好像是公证处出现了失误，涉及到选票双重盖章的情况。而老佛爷同样也对里克尔梅那边的部分选票提出了异议，双方阵营合计有500张选票被撤出。最后多家西班牙媒体已经确认，老佛爷已经成功连任，里克尔梅的得票率也高于外界预期，明显超过了 20%。 既然已经当选，那即将到来的就是穆里尼奥的官宣了。据说这一次穆里尼奥将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正式亮相的特别公告。事实上，老佛爷只要赢得选举，穆里尼奥就将在本周一正式上任。好，接下来咱们正式介绍亡灵之师。科特迪瓦在最近的友谊赛2-1战胜了法国队，这绝非意外。他们的速度冲击力明显比法国队更强。这支球队虽然来自非洲，但大多数球员都来自5大联赛，全队的身价达到了 5.2 亿欧元，特别有10几位球员同时拥有科特迪瓦和法国的双重国籍，差不多可以算一支法国二队。这也是法国队在时隔16年首次在大赛前的热身赛输球，上次是2010年不敌中国队，然后2010年法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圈小组垫底，那一次就是因为内讧。希望千万不要有巧合，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老 K 还是很看好的。而2010年世界杯前打中国队那一场友谊赛，老 K 记得当时崔鹏断球之后呼呼的就往前突，油炸丸子过了2个法国球员被放倒，主教练高洪波准备换上刘建业，但邓卓翔打手势等我开完了任意球再换。那场比赛最后真就靠那个任意球，邓卓翔的世界波绕开人墙弹地入网1-0。但好在踢完球之后法国队没有主力重伤，因为在当时4年前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赛前，也是一场热身赛，也是法国对中国，开场仅仅10分钟，西塞和郑智拼抢，结果右腿的胫骨腓骨粉碎性骨折，直接无缘世界杯。所以到了2010年，主教练高洪波赛前叮嘱中国球员千万要避免伤人所以老 K 这里冷知识是特别多的。
足球就是江湖发生过的所有故事，才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来龙去脉。那么说回科特迪瓦，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以后，当年曾经由德罗巴黄金一代领衔的科特迪瓦队已经连续缺席了2届世界杯，但这次在主教练埃梅尔斯法埃的铁腕之军下，新的科特迪瓦队在非洲杯上演了死里逃生的夺冠神话，而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更是展现了令人窒息的统治力。由于多次在比赛最后时刻上演起死回生的绝杀，特别是本土非洲杯绝境逆袭，所以科特迪瓦被当地球迷和欧洲媒体敬畏地称之为亡灵之师。他们那种永不言弃的铁血精神已经是新的大象军团灵魂的标签。而主教练法埃他也不属于什么名帅，只是在当年球队快被淘汰的时候，作为助理教练突然被推到了前台。24年非洲杯，科特迪瓦主场作战，小组赛却输掉了2场，还0-4输给了赤道几内亚。于是主教练让·路易加塞立刻被解雇，助理教练法埃被临时扶正。他接手的时候，那支科特迪瓦甚至要等其他的小组结果，才最终侥幸的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身份进入了淘汰赛。所以在自己的国内办非洲杯，结果球员哭，球迷愤怒，主教练也下课，科特迪瓦差点把那一届大赛变成了国家级的灾难。而法埃作为球员，他过去的球员生涯也非常有故事。他出生、成长、成名都在法国的足球体系，效力过南特、雷丁、尼斯，但选择为科特迪瓦国家队出战，参加过06年的世界杯，还有多届的非洲杯。他正是德罗巴、亚亚图雷那一代的黄金一代球员，但球员生涯很不幸，因为反复的静脉血栓，在早早的28岁就提前结束了。这种早年球员生涯的受挫，也让他养成了一种安静型教练的人格，从来不靠大嗓门去压人，他更强调倾听、观察和临场的调整。最神奇的故事就是24年非洲杯淘汰赛，科特迪瓦点球淘汰了卫冕冠军塞内加尔，在少打1人的情况下，加时又逆转了马里队，随后击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入决赛，在决赛又2-1逆转尼日利亚夺冠。这整个夺冠的路程几乎每轮都是逃出升天，一个助理教练匆忙上任，而当时在小组出现都仅剩理论上的可能，全国朝野一片唾骂的极端的舆论环境下，法埃是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压力，还率队奇迹般的上演了各种逆袭神话。而且多说一句当时主教练加塞被解雇以后，科特迪瓦足协做了个抽象的事儿，他们提出了向法国足协临时租借法国的前功勋主帅勒纳尔，这简直令人感到荒诞，而且最终也遭到了冷酷的拒绝。正是这种情况下，助理教练法埃才得以上任。而到了这一次26年的世界杯以前，法埃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当时夺非洲杯可能是偶然，他只是救火成功嘛。但到了世界杯就不能再只靠奇迹来帮忙了。不过他说过一句话，他无法作为球员捧起至高荣誉，这是自己一生的痛苦，所以法埃立誓要作为主教练赢回失去的一切。法埃之下的科特迪瓦队很像是一支战术高度统一、精神意志极其强悍的特种部队，早就不是当年那支名气大、纪律却很松散的球星集结号。这次法埃公布的名单也全面地贯彻了他唯状态论还有纪律至上，这是他选人的铁律。许多名气大但状态不佳的老将都被他摒弃了，而是全力吸纳了在德甲、西甲、意甲和英超中表现炸裂的新星和中生代的骨干。法埃在球队里面和队长凯西的关系是非常好，也是球队稳定的根源。凯西和桑加雷是队里面的中场核心，凯西这个球员能扛能压，能够带节奏。而另外主教练对年轻球员的使用也非常大胆，像阿马德还有扬迪奥曼德、巴祖马纳、图雷、邦尼、瓦西，这些小将都构成了新科特迪瓦的速度流球星，他们的攻击天赋在世界杯将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而同时铁血至军的法埃也展现了自己冷酷的一面。24年非洲杯的决赛英雄阿莱决胜打进了制胜球，还有扎哈作为多年的英超名将，这2个人都没有进入26年世界杯的名单，所以也多少有些争议，特别是阿莱的缺席，可能球队会缺少传统的支点。科特迪瓦队的特点，首先他们在10场非洲区的预选赛8胜2平，攻入了25个球，但1球未失，这样的防守奇迹归功于主教练构建的以
埃万恩迪卡为核心的四后卫防线。恩迪卡的正面拦截和高空球的控制能力，再配合上科苏努和阿克巴杜的机动性，防守的时候亡灵之师科特迪瓦他们能够游刃有余地在低位进行区域防守。而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右后卫辛哥有很强的内收能力，可以随时将四后卫切换为三中卫的防守体系，这也能极大增强禁区内自己的防守落点的控制，还有局部的抗压能力。再加上他们的中场法埃喜欢用4-3-3的战术阵型，在这个体系中，队长弗兰克凯西就是承上启下的核心角色。在防守中，他要扮演中场的绞肉机。凯西强悍的身体素质在中场可以进行大面积扫荡。进攻中，凯西作为 B2B 中场，他的插上能力又可以完成终结。还有桑加雷，在中场他能提供强大的身体对抗和单边拦截能力。另外还有福法纳的大范围持球推进能力，可以将球快速的输送到左右两侧的边路爆点。至于科特迪瓦队的进攻精髓，在于防守成功后的极快的垂直转换。边路他们有像阿马德·迪亚洛、扬·迪奥曼德、西蒙·阿丁格拉，还有巴祖马纳图雷，这都是兼具速度和盘带过人能力的超级天才边锋。在球队落后的时候，或者成功的拦截下球权以后，科特迪瓦队绝不拖泥带水，直接通过中场的长传和直塞，直接由他们的边路快马利用个人能力撕裂对手的防线，这就是他们应对强队时最致命的武器。而球员方面，老 K 首推这一届世界杯最可能身价暴涨的超级金童，只有19岁的扬·迪奥曼德。他出生于2006年，在莱比锡队效力，是速度型的左路攻击手。迪奥曼德如果首发，他能在左路直接冲击对方的边后卫；如果打替补，他可以在60分钟以后打对方的疲劳的防线。迪奥曼德早期开始踢球，他是在科特迪瓦著名的苏德科莫埃国际足球学院启蒙的，从小就展现出极佳的身体天赋和敏锐的球感。2022年，他在西非的 U17 锦标赛代表科特迪瓦青年队打出统治级的表现，他惊人的纵向突破能力迅速吸引了所有球探的目光。但有意思的是，迪奥曼德随后选择了一条北美通道。22年，年仅15岁，还没有办法使用英语交流，而且没有家属陪伴，迪奥曼德只身前往美国，加盟了佛罗里达州的尤里高中，还有著名的 DME 体育学院。这段在美国的生活，他饮食方面不适应，也极度的思念家乡，但艰难的岁月反而重新塑造了他的精神韧性。迪奥曼德在美国读书和踢球，也尝试过像科罗拉多急流队、夏洛特 FC 等等机会，但都没有成功。在美国，足球的地位不像篮球或者美式橄榄球那么高。后来迪奥曼德和切尔西队、和水晶宫队、和伯恩茅斯队，还有流浪者奥林匹亚科斯队都有过试训。24年11月，年仅18岁，莱加内斯队终于官宣签下了他。这位科特迪瓦队 U17 的国脚免费加盟。此后，在莱加内斯对阵皇马的比赛第85分钟，迪奥曼德完成了首秀，而且在补时阶段他倒在了禁区内，但裁判和 VAR 没有判罚点球。这也是西甲世界第一次看见迪奥曼德，地点就在伯纳乌。在莱加内斯队，迪奥曼德逐渐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天赋。25年5月，在莱加内斯3-2击败西班牙人的比赛，迪奥曼德击败了胡安加西亚破门。到后来，莱比锡队支付了2000万欧元的解约金，带走了迪奥曼德。他离开的时候，只为莱加内斯一线队踢了10场，贡献了2个进球1个助攻，但这已经是莱加内斯队队史级别的大交易。到了本赛季德甲联赛，19岁的迪奥曼德彻底爆发，33场德甲比赛轰入了12个球8个助攻，已经当选德甲赛季最佳新秀。在对阵法兰克福的比赛中，他甚至上演了帽子戏法，成为了德甲历史上仅次于1965年沃尔特·贝希托尔德的第2年轻的戴帽子戏法的球员。现在英超的豪门利物浦还有法甲的大巴黎正在为他展开一场高达 1.3 亿欧元的转会超级大战。他的球风就像巅峰期利物浦的马内一样，极具爆发力，有无解的1对1持球突破能力，还有不知疲倦的防守回追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爸爸是一位疯狂的大巴黎球迷，但同时又梦想着看到儿子能在利物浦安菲尔德踢球，所以去那些球场踢球确实是他和他父亲的梦想。但现在迪奥曼德脑子里只有世界杯，他首先要为国家队，为科特迪瓦拼尽一切。在德甲的训练中对他帮助很大。迪奥曼德谈到过，德国足球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在莱比锡必须训练前90分钟就到场，而他曾经因为迟到而被罚。
25年10月，科特迪瓦的主教练法埃征召了他。法埃说：“我的球队一直在寻找像他这样的具有挑衅性、技术好、有效率的边锋。”迪奥曼德在前2场国家队比赛中都有进球，帮助了球队锁定了世界杯资格。这里说个小故事：25年的11月7日，当时18岁的迪奥曼德，他在 ins 上发布了一段感人的故事，用法语写道：“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我的眼泪每天都会流淌，它们永远不会干涸。愿你的灵魂安息，小妹妹，我爱你。”迪奥曼德透露，在他签署西班牙的合同之前不久，他的妹妹去世了，但妹妹一直仍然在自己的心里。迪奥曼德是为了妹妹而踢球。妹妹去世以后，迪奥曼德才从美国转会来到了莱加内斯。而在25年5月，他自己首次打上职业比赛的时候，在场上痛哭，释放了自己所有的情感。现在的迪奥曼德踢球的时候，偶尔会抬头望向球门的方向，用2根手指指向天空，这是向他的妹妹致敬。另外，冷知识，当年的迪奥曼德去水晶宫试训，当时就得以近距离的观察过现在拜仁的奥里塞，还有现在阿森纳的球员埃泽奥里塞和埃泽当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大的激发了他的竞争意识。但是到了西甲莱加内斯队以后，他也遭遇过职业生涯的重大挫折，严重的伤病让他加盟后的前2个月完全无法上场。后来通过学习西班牙语，又借助自己家庭远程电话的心理支持，才成功的挺过了那段低谷。而当时在莱加内斯只踢了10场比赛，就被德甲俱乐部莱比锡的球探网络发现，而且立刻启动了球探网络最高响应级别。真的，网络时代、数据时代、AI 时代，莱比锡在球探方面确实是顶尖顶的水平。根据瑞士 CIES 足球天文台的青年球员估值模型，随后迪奥曼德的市场价值在1年内呈现出超级爆发性的增长。莱比锡买他才2000万欧元，但1年不到就已经涨到了1.3亿欧元。迪奥曼德作为球员，他到底强在哪儿呢？在老 K 看来，他是个典型的内切逆足的翼锋，身高1.80米，主打左路，但惯用脚是右脚。他最大的特征就是绝对的速度，还有对自己身体重心的利用相当的极致。他在推进中几乎不需要冗余的踩单车或者花哨的假动作，仅凭自己第一步的爆发力，还有那种强横的身体张力，迪奥曼德可以迅速在纵向的对抗中直接将防守球员强行的甩开。25到26赛季，他以118次成功盘带的数据傲视整个德甲。他的这种持球吸引防守并且强行撕裂防线的能力，大家在世界杯可以高度关注，像不像巴西队的维尼修斯？第二点，跟普通的速度型的工兵边锋相比，迪奥曼德他的内切和兜射，还有像远角传球的能力，都有极高的高级感。在反击战术当中，迪奥曼德习惯在左路的高位接球，迅速的利用自己的大步推进，先将防守队员逼入退防的状态，然后在对方防守阵型收缩的瞬间利用极短的摆腿爆发力就能够完成兜射，或者将球直接传到右边防线的盲区。像25年的摩洛哥非洲杯对阵布基纳法索，他的进球就是这种极快的攻防转换中精准的兜射死角。而现在到了德甲，他的防守贡献率还有战术的纪律性远高于同年龄段的进攻型球员。莱比锡的主教练维尔纳非常强调让他在压迫和反压迫在这个环节要做贡献。他不仅拥有敏锐的2点球的预判能力，而且在丢失球权后的瞬间，他的回追速率还有那种逼抢的侵略性，这就是德国足球典型的高位压迫哲学的体现。总结一下他的标签爆发型的边锋，强1对1能力，还有推进速度特别快，能够从边路直接打穿对手的防线。这个赛季他在德甲716次冲刺，2171次高强度跑，最高速度达到了36.3公里每小时。他可不是那种只在边路等球的边锋，而是能够在高压、反击和转换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攻击手。简单说，迪奥曼德真的是绝对顶级的天才。他不仅是速度突出，能够盘带，身体素质强，可以终结，而且他还愿意为团队工作，这就非常像利物浦过去的马内这样的黑人球员，这样来自非洲的黑人球员，谁看谁喜欢。不过缺点方面，毕竟职业生涯还短，他爆红的速度太快，如果未来决策身体的管理还有防守纪律跟不上，那也很容易被对手研究透。就像现在曼联的阿马德迪亚洛，虽然前1-2年踢得很好，
但是如果不能持续的进步，在曼联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会堪忧。但最可怕的是，迪奥曼德只有19岁，所以这届世界杯老 K 已经在等待那个画面了。当他左路拿球，第一步启动当对方的边后卫后退的时候，全场的球迷屏住呼吸吧。第二位老 K 想聊的是他们的队长弗兰克·凯西，这既是队长也是硬汉。每次弗兰克·凯西进球都会做出标准的军礼庆祝动作，这已经成为他的个人标志。但鲜为人知的背后是一段让老 K 很感动的父子深情。凯西出生于科特迪瓦一个很偏远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但足球生涯并不如意。随后父亲选择加入了科特迪瓦的陆军，成为了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但是在小凯西年仅11岁的时候，父亲就在科特迪瓦内战期间因病去世，留下了凯西的母亲和7个孩子。作为幼子的凯西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最崇拜的超级英雄，但今天能够成为整个国家队的队长，你就知道他在苦难中整个精神意志和神经是遭遇了怎样的淬炼。凯西曾经回忆到，他小时候在家里经常看到有比自己的父亲年长或者更高级别的军官来的时候，父亲总是会站得笔直，向那些军人行一个标准的军礼以示尊重。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只有11岁不到的凯西脑子里。从那以后，凯西自己的每一个进球都会尽军礼献给天国的军人父亲，只要球进，他就会挺拔的站立，向着看台行一个军礼，高为自己父亲的在天之灵。老 K 记得本土非洲杯的时候1/8决赛，科特迪瓦对阵塞内加尔的生死战，科特迪瓦队在开场落后的绝境下一直苦苦支撑，直到第86分钟终于获得了点球。当时是凯西顶住了将近5万名本土球迷的令人窒息的压力，冷静的助跑罚入了扳平一球。随后的点球大战又是凯西第5轮顶住了生死压力，一脚将点球送入网窝，亲手将对面的卫冕冠军送回老家。进球之后，当时弗兰克·凯西也是做出了标志性的军礼，全场的球迷陷入了疯狂的泪海。所以凯西是球队里面最像成年人的球员。本次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轮对肯尼亚，赛前科特迪瓦队只领先加蓬队1分，所以不能出错，必须全取3分。正是凯西的早早进球让比赛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在战术方面，凯西在场上负责给队内年轻的攻击手们兜底，像阿马德·迪亚洛、杨、迪奥曼德、阿丁格拉、佩佩这些前场球员都喜欢冒险，但一旦丢失球权，中场必须马上有人能够对抗，能够拿住2点球，将对手的反击节奏死死拖住。所以凯西和桑加雷这2个球员在攻防中随时要掌握球队的平衡。第3位必须介绍曼联的球星阿马德·迪亚洛。像这些老 K 很喜欢的名字未来世界杯的比赛中有机会再一个一个的展开。阿马德·迪亚洛曼联球迷就很熟悉了，他出生于阿比让，后来进入了意大利的足球青训体系，再转会到曼联。到了曼联之后呢，也经历过到流浪者到桑德兰的租借生涯，直到阿莫林上任以后，他才真正成为了主力和重要的曼联球员。关于他，过去意大利足协曾经因为早年进入意大利的时候注册文件的问题处罚过阿马德·迪亚洛，涉及到伪造身份证件还有父母的身份不实。这件事儿在2021年，当时意大利足协和当局处以48000欧元的罚款。是更早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一个人口贩卖团伙利用伪造的家庭签证和护照，将迪亚洛和他的兄弟偷渡入境了意大利，并且还虚构了所谓他的父母。但最后呢，迪亚洛和兄弟选择认罪，和意大利足协也达成了认罪变诉的协议，这也从而避免了更严厉的竞技方面的禁赛处罚。所以此前他也缺席了科特迪瓦队的非洲杯冠军过程，2024年才重新被法埃征召。到了今年，他已经是科特迪瓦队的进攻核心。这次战胜法国的友谊赛，正是阿马德·迪亚洛在第84分钟打进制胜球。接下来咱们聊一下足球场上的博尔特·巴祖马纳·图雷。出生于2006年的他，最可怕的是在德甲官方的速度测试中，图雷的数据名列前茅。他的速度从小就极快，从小当地人就称他为足球场上的博尔特。图雷的球风神似多特蒙德的老大边锋花椰菜阿德耶米。图雷具有极强的逆足切入能力，他
他是个极快的反击威胁。25年10月，他上演了国家队首秀，迅速用他的速度还有传中能力征服了主教练。是的，图雷的无球冲刺还有传中质量，甚至让霍芬海姆的球迷和过去的一些传奇球星们都惊叹不已。这个19岁的年轻人也是绝对的天才。他先是在瑞典的哈马比打出了名堂，25年初以高价转会到了德甲的霍芬海姆队，迅速的站稳了脚跟，单赛季在德甲也交出了5个进球9个助攻的亮眼数据。下一位西蒙阿丁格拉，在23年的非洲杯，阿丁格拉就是科特迪瓦的超级英雄。8强战对阵马里队，他在第90分钟打入绝平进球。决赛对阵尼日利亚，他送出了2次关键助攻，帮助球队2比1逆转。他就是那一场决赛全场的 MVP。他的盘带、速度、进球和助攻能力都很强，不是那种站着等球的边锋，而是自己能够持球推进，自己能够制造混乱的人。这次对阵法国的热身赛，他的价值也能看出来，开场阶段就通过了抢断和冲击，持续制造威胁。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埃万恩迪卡。24年在罗马对阵乌迪内斯的意甲比赛中，埃万恩迪卡就出现过因为胸口突然剧痛倒在地上疑似心梗，当时导致了比赛腰斩。好在事后经过罗马队官方和医院的全面检查，排除了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确诊是胸部的外伤引发的轻微的左侧气胸，后来已经痊愈，恢复了正常。埃万恩迪卡在国家队他是能够稳住后防的人，由于前场科特迪瓦队有许多速度型的球员，也敢于冒险，但是要想在世界杯决赛圈走得更远，不能只靠反击，不能只靠情绪。像埃万恩迪卡、奥斯曼迪奥曼德、科索努、辛戈这一批中后场的球员，他们将决定这支球队能不能从非洲冠军变成世界杯淘汰赛级别的稳定球队。那么科特迪瓦队最喜欢的阵型结构仍然是4-3-3，他们在轴心的中场球员拥有非常强的身体能力，两边是速度型的边锋，还有一个能够压制住对方中后卫的中锋。进攻方式首先是边路爆破，阿马德迪亚洛在右路内切，阿丁格拉或者扬迪奥曼德负责左路的冲刺，佩佩作为替补和轮换可以提供左脚的传球和经验。那么第二套打法是转换进攻阶段，凯西和桑加雷只要抢下2点球，直接就可以找自己边路的速度。第三套打法是在比赛的后段通过换人进行再一轮的冲击，像在对法国的友谊赛中，佩佩替补登场助攻了盖拉杜埃，杜埃又再助攻了阿马德迪亚洛，完成了第84分钟的绝杀。这就是主教练法埃想要的，替补上场改变节奏。科特迪瓦队在防守方面纸面的实力不弱呀，像恩迪卡、科索努、奥斯曼迪奥曼德、辛戈，这些都具备在欧洲高强度的比赛经验，特别是奥斯曼迪奥曼德这个球员值得高度关注。科特迪瓦队的缺点是他们的边锋群太喜欢向前了，边后卫也是一旦压上，身后的空间容易被打穿。那么在对阵像德国或者厄瓜多尔这种能够打转换、身体对抗也强的球队，主教练法埃可能会让他一侧的边后卫防守，另一侧再参与进攻。所以首发主力阵容预测：门将叶海亚、福法纳，后卫盖拉杜埃、科索努、恩迪卡、科南或者奥佩里，中场桑加雷、凯西、塞科福法纳，前锋线阿马德迪亚洛、瓦西或者邦尼阿丁格拉或者扬迪奥曼德。凯西和桑加雷保证身体的对抗能力，塞科福法纳负责持球推进，前场要靠速度去冲击。那么邦尼如果适应的够快，他有机会抢到中锋的位置。瓦西则更像是那种能够冲击对方身后的中锋。科特迪瓦队作为老 K 心目中最有可能的大黑马，优点3个。第一，边路速度非常突出，刚才说的这一堆边锋只要有一点点空间就能制造威胁。第二点，他们的中场身体够硬，经验够丰富。凯西、桑加雷、塞科福法纳不是那种花哨型的中场，他们是真正能够对抗、能够覆盖，可以将比赛拖进肉搏节奏的球员。第三点，这支球队的精神气质已经经历过极端的考验。24年非洲杯那种情况下小组赛就崩盘，主教练下课，想找法国租借一个主教练被人家拒绝，助理教练上台，淘汰赛又连续的死里逃生，最后还夺冠了。所以这支球队在落后的时候，他的军心不容易散。那么缺点也很明显，3大缺点。第一，传统中锋的缺失，在阿莱落选以后，球队很明显缺少一个有经验的大赛支点。邦尼、瓦西、盖桑都有天赋，但到底谁能在世界杯的强度下
背身拿球压住对方的中后卫还没有完全确定。第二，年轻的攻击手众多，但稳定性未知，像杨迪奥曼德、图雷、邦尼都很有爆点。可惜世界杯不是万国展览会，一旦对阵到强队，年轻人1、2次的处理球失误就很可能让球队受到惩罚。第三点，他们在24年夺冠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反过来变成压力，因为现在本国的科特迪瓦球迷们都相信这支球队任何时候都能逆转，但世界杯小组赛只有3场，容错率相当低。所以上一代科特迪瓦队代表人物有德罗巴、亚亚图雷、科洛图雷，还有热尔维尼奥。现在这一代还没有那种全球声誉的超级巨星，但是整体的速度还有欧洲联赛的分布以及中后场的深度则更加均衡。老 K 个人觉得现代足球像亚马尔这类型的年轻人具备无限的 X 因素可能性，而科特迪瓦队名不见经传，但您千万要看他们的比赛，很可能一鸣惊人。也许这次热身赛2比1击败法国只是一次预演。对了，多说一句啊，这次世界杯决赛日啊，所有的参赛球员会有3个人在决赛日当天过生日，分别是瑞士队的后防核心阿坎吉、德国的前锋昂达夫，还有就是科特迪瓦的中场塞里，生日都是7月19日，正好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日。那么就不知道这3个队到底能不能挺进决赛。如果能将世界杯决赛作为自己生日的背景，哇，足球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呀。好，说回今天的重要新闻，在今天丹麦对阵乌克兰的友谊赛，丹麦队的中场老将埃里克森在球场上又倒地了。这可不是他第一次出现意外，在2021年我们就记得，当时欧洲杯小组赛丹麦对阵芬兰，埃里克森就在没有任何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接了边线球，突然倒地失去意识，发生了心脏骤停，经过了现场长达14分钟的抢救才恢复意识。后来为了延续职业生涯，他植入了心脏除颤器，在22年重返英超，24年欧洲杯还复出并且有进球。好在今天埃里克森已经度过危险，意识已经清醒。今天他在妻子的陪同下自行走下了球场，现场观众也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丹麦的队医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说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发挥了作用，很快恢复了意识。现在他还需要去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只是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吁，34岁的埃里克森，你为了自己的家人真的可以退役了，足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该去享清福了，热爱在生命面前一文不值。另外，今天西班牙队的首堂训练课，训练期间加维在防守的时候踩踏了罗德里的支撑脚踝，罗德里痛苦倒地，随后球员们和主教练都上前查看，还将罗德里扶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事，但起身后不久，罗德里又蹲在球场上，疼啊，真疼啊！加维，你这个家伙，队友都要干的嘛，这防守习惯真不好。老 K 就想起22年世界杯前，当时法国队最后一练还在自己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也是类似啊，卡马文加一个铲断，鞋底踩到了恩昆库的左膝盖，恩昆库直接倒地，左膝的外侧韧带撕裂 ，LCL 重伤。不仅无缘卡塔尔世界杯，恩昆库还直接缺阵了3个月。老球迷都有印象，从那以后，恩昆库就从一个准巨星直接掉到了高开低走，伤伤停停。21到22赛季，恩昆库是德甲的 MVP， 拿到了金靴，单赛季35个进球，20个助攻，身价破了1亿欧元，是当时姆巴佩之后法国第2攻击手，比现在的邓贝莱都要厉害。但从此以后再也不行了，转回到了切尔西。季前赛再次伤到了膝盖，长期缺阵，后来去了 AC 米兰也是不行，估计那一次卡马文加铲膝盖呀，他就算修好，整个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加维，你自己也是受过重伤的，你说你搞什么搞？而且3年前，当时西班牙国家队集训备战对挪威的欧洲区预选赛，也是在训练中，当时加维一个非常凶的滑铲，直接对准罗德里，也是罗德里，动作很大，训练一度中断。当时罗德里疼的极为不满，西班牙队的气氛极为紧张，队长莫拉塔还出面专门劝加维，训练中你不要这么狠。好在那一次只是危险动作，也没有废掉罗德里。OK， 另一边巴西队在对阵埃及的热身赛中，右后卫韦斯利也受伤，上半场他感觉左腿有问题，随后被达尼洛换下。离场的时候，韦斯利情绪非常低落，在替补席上直接落泪，巴西替补席上的队友们也上前安慰了他。
据说他需要40多天的时间才能恢复健康，不仅终结了自己的世界杯梦，也让罗马对备战受到了巨大影响。而且老 K 也说过，穆里尼奥和皇马本来看上了韦斯利，这下子可好，一切都完了。好，再加上昨天受伤的德国队卡尔，他已经乘机返回了德国，情绪同样非常低落。卡尔本人更新了社媒，他写道：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但错过最重要的赛事真的痛到无法形容。我已经为赶上世界杯付出了一切，遗憾的是，伤病往往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到来。好，轻松一下，轻松一下。这次巴拉圭队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而著名的巴拉圭凶神也再次归来。世界杯几十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观众可以像巴拉圭凶神一样，仅凭借天赋异禀，就把当年整届世界杯硬生生压成了自己的背景板。这位拉里萨·里科尔梅，她16岁就开始做模特，身高1.70米，体重58公斤，三围90、60、94。2010年南非世界杯，巴拉圭对阵意大利的小组赛首战，当时一位摄影师意外地捕捉到身材火辣的里科尔梅，他在看球的时候将手机放入了自己胸部，加上漂亮的脸蛋、灵动的眼神，里科尔梅的照片就像一阵春风，迅速席卷全球。他当时在搜索引擎上一度攀上了全球第一，大家都在疯狂搜索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几岁了，有没有男朋友，还有他夹的是什么手机。很快还有记者找到他，询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把手机放那儿？姑娘直接说很简单，我把手机放在那里面是因为我浑身上下真的没有兜啊。于是巴拉圭3场小组赛战平意大利，赢下斯洛伐克，战平新西兰，小组第一出线。但世界各地的球迷对巴拉圭队的兴趣不大，对巴拉圭凶神倒是顶礼膜拜。当时出现以后，巴拉圭队点球战胜了日本队，历史性杀入8强。那时候阿根廷主教练马拉多纳放出豪言，如果阿根廷夺冠，马拉多纳就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裸奔。而巴拉圭凶神也许愿道，如果巴拉圭夺冠，他也要在公共场合全裸庆祝。不过这句话让大家很不满意，因为觉得他诚意不够，开出的只是空头支票，巴拉圭怎么可能夺冠嘛？于是里克尔梅当年立刻知错就改，他又表示巴拉圭不用夺冠，只要下一场战胜西班牙队，我就裸奔。可惜呀，西班牙队1-0战胜了巴拉圭，留下了全世界的惋惜和遗憾。有意思的是，里克尔梅后来搞了个内部福利，他拍了私密的全裸写真，悄悄地送给了巴拉圭全队男足。但不知道是哪个球员这么有良心，竟然这一组照片后来在网络上疯传。后来里克尔梅还开启了全球征婚，他承诺呀，只要是成年男性，无论谁，无论多大，都可以发来资料。随后收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但有意思的是，其中80%是韩国男性。2010年，里克尔梅为了答谢，还真的就直接抵达首尔，和筛选出的3名韩国男子分别约会，共进午餐，浪漫的气息让人沉醉啊！当然，后来这只是一档节目，3名精挑细选、才貌双全的韩国男子也和他没有后续。10几年过去了，有无数的女生模仿他，都想把手机夹在胸前，想爆红。而如今里克尔梅已经41岁，个人财富却超过了2000万欧元。这次巴拉圭队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里克尔梅也将以体育评论员和解说员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他将全程解说巴拉圭队的比赛，可惜红颜薄命，好白菜总是被猪拱了。2011年，里克尔梅和巴拉圭国脚法布罗交往过，两人的恋情维持了多年，在2014年短暂分手后又再次复合。2016年，里克尔梅还怀孕1个月后流产，但是为了满足法布罗的另类要求，她曾经多次当着男友和俱乐部队友的面被迫表演脱衣舞，而且生活中的大笔花费多半都是里克尔梅买单。法布罗也曾经送给过她一些奢侈品，但被网友后来发现基本都是假货。这个法布罗他其实是阿根廷人，后来入了巴拉圭的国籍，他劣迹斑斑。2010年骑摩托车送自己5岁儿子上学，就将一个23岁的女人撞倒身亡。2012年，法布罗带着里克尔梅开车超速，面对巴拉圭警方的鸣笛示警，继续狂飙，也撞上了一个摩托车手，导致对方重伤。2017年在墨西哥，法布罗还被控曾经在阿根廷性侵自己的侄女，年仅11岁，还有另一名未成年女子。
对他们进行了虐待，拍摄裸照，并多次威胁。事情就发生在法布罗自己的车里面，还有自己祖母家中。2018年，国际刑警将法布罗抓获，从墨西哥引渡到阿根廷。2019年，法布罗获刑14年。但到最后，里克尔梅还表示，法布罗，我非常了解他，他可能是全世界最爱撒谎的人。他和成千上万的女人有过交往，但他绝不可能伤害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不会那样做的，真相有一天会公之于众。我没有因为他进入监狱而考虑要和他分开，相反，我更加支持他。我计划有朝一日能与他重组家庭。我的天哪！14年以后，出狱的法布罗都要到2033年了。长得漂亮的女孩，老 K 希望你们多带一点头脑。有时候世界是公平的，当你不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赚再多钱，人生也可能会悲剧化。好的，感谢大家的点赞，希望您线上 hype 积分，感谢。提醒大家订阅本频道，可以点击小铃铛上的全部，谢谢。咱们明天再见。